真是难以置信，一场洪水居然把女子修建的竹桥全部冲垮了，就连房子里面全部都进了洪水。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女子也是措手不及，让人难以置信。女子赶紧请村民前来帮忙。女子看着辛苦搭建的房子还有竹桥就这样被洪水冲垮了，女子是心有不甘。接下来她要把整个竹桥全部重新修整一下。虽然洪水把整个竹桥冲垮了，但是对于女子来说问题不大，因为她可以靠自己精湛的修建技术重新搭建起新的竹桥。女子对修建方面非常有经验，所以这些困难对于女子来说完全不是事儿。首先，女子重新找了一些粗大的竹子，把它铺设在桥墩上面，而且整个桥墩全部采用石头搭建起来，保证整个竹桥的结实程度，防止洪水再次冲垮大桥。然后在竹子底部重新密密麻麻地铺上竹条，用螺丝钉固定牢固。可以看到整个竹桥底部非常的结实，所以这次肯定再也不会被洪水冲垮了。大伙说说这女子的修建技术怎么？为了让竹桥更加精致美观，所以整个桥的修建还没有完全完成。接下来女子还要对整个桥身做搭建处理。看到这里，我们为女子精湛修建技术点赞。如果换成其他人，我估计这样的竹桥是很难修建完成的，因为它不仅需要技术，还需要体力。一个柔弱的女子居然还能修建出如此精致的竹桥，我们不得不说，高手绝对是在民间。屏幕前的男士朋友们，看到这里，你们觉得和女子相比，你们能修建出这样的足球吗？这样的女子，你们喜欢吗？为了增加整个竹桥的精致美观程度，整个竹桥还没有完全修建成功。接下来，女子还要对整个竹桥的桥身进行设计。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不会再次被洪水冲垮，所以她必须进行好好的设计。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简直难以置信，就是眼前这个普普通通的年轻姑娘，竟会因为老宅糟糕的居住环境，准备一个人重新寻找一个合适的场所，另行修建出一个更加舒适的新宅院。虽说姑娘年纪轻轻，可10几年来的打工生涯，让姑娘早已练就了一门修建搭砌的好手艺。这不，自打有了这个想法后，姑娘便立马信心十足地行动了起来。先是经过几天的四处查看，选中了这片稍显偏僻的荒野焦地作为新宅的建造之地，紧接着便马不停蹄地开始在这里忙活了起来，准备先在这片空地上修建出1、2个房屋来。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仔细观看姑娘究竟是如何靠着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动手修建的吧。相信您看到最后一定会明白，什么才叫做高手在民间。此时可以看到，姑娘先是花费了大量的气力，加工并安装好了修建木屋所需要的梁柱以及屋顶的承重框架，现在正在用石棉瓦铺设着上部的屋顶。等屋顶铺设好后，就可以继续对木材进行切割打磨，然后再一块块的平铺在底层的横梁支撑上，并用铁钉将两者装订在一起，搭建出木屋的地板来。到这里就可以继续进行上下木屋所需步梯的修建了。等将步梯初步的安装固定到位，接下来就需要继续用木材组装出不同的结构，好将梁柱之间的空余部位分割出来，搭建出门窗墙体的外部框架。不得不说，姑娘这丝滑的建造手艺还真是让人羡慕。如此的年纪就掌握了如此娴熟的好手艺，实在是让人佩服不已。等框架搭建好后，就可以先用竹条上下交错地编制出4面的墙体来。可以看到，
在用竹条编制好墙体后，姑娘紧接着便又对木材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加工，制作出了一些漂亮的栏杆，准备将木屋前面的围栏给美化装饰起来。等围栏修建好后，就可以继续着手房屋其他部位以及步梯的修建工作了。当然，用竹条编制出的墙体，此时还是显得有些过于的简陋，所以姑娘又搅拌起了水泥，准备对整个墙体的内外全部进行一次抹灰处理。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涂抹刷漆了。不过在刷漆之前，姑娘还在木屋的一旁修建起了一座竹制的小厨房，再加一些菜园和装饰用的景观们。等油漆涂抹完成，接下来还需给木屋装上房门，配上窗帘。怎么样，姑娘这样的手艺，您又会打上多少分？欢迎评论留言。从未见过如此厉害的女人，居然利用上等的木材制作出仿砖，然后搭建出精致小别墅，这技术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整个房子花费了女子1个月时间，现在可以看到整套房子框架已经完全形成，底部全部用砖头砌出整个房子基底，房子层高是相当的高，房顶全部用薄铁皮覆盖，颜色看起来是非常的好看，让整个房子看起来更加精致美观。接下来女子用专业的机器对整个木板进行加工打磨，制作整个房子的墙体。可以看到，在搭建墙体之前，女子需要把整个框架做加固处理，全部无缝对接起来，全程没有用一颗钉子。一个柔弱的女子居然如此精深的木工技术，实在是高手也。女子从小跟着父亲学习木工技术，因为父亲可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木工师傅。很多富豪都找他父亲制作家具，制作出的家具非常精致美观。女子从小天资聪明，很快掌握了这门木工技术，所以在镇上她也是有名的女木匠。接下来就是对整个木板进行拼接处理，把砌筑好的木板这样把它全部拼接出来，木板上画出砖头的形状做标记处理，然后再把木板取下来，全部切割出凹痕，这就形成了整个砖头的形状。然后这样子搭建起来，整个墙体就形成了砖头的形状，现感觉是一模一样，非常有创意。看到这里，我们必须为女子精湛的精木工技术点赞。这样的木工技术100分，你们能打多少分？如果有一天你厌倦了城市的生活，不妨回到农村修建一个精致的小木屋，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那么我相信你会越活越年轻，心情也是越来越舒畅。这样的生活，我相信都是每个人所向往和追求的。毕竟现在房贷压力、车贷压力，让很多人都压力山大。只有让自己心情的得到放松，才会越活越年轻。点赞关注，下期继续精彩。这女子才是高手，只因不满和婆婆住在一个几十平米的房子里面，于是独自一人来到这山上修建一个精致的小别墅，而且整个小别墅全部由上等的木材搭建，并且全是她独自修建完成，真的是高手在民间。婆婆看到过后也是非常的羡慕，而且还想和她一起来这里居住，这让女子也是哭笑不得。女子和老公结婚7、8年了，但是由于经济条件不好，一直和婆婆生活在一个小房子里，每天都会因为一些小事吵架。婆婆不是嫌弃做的饭不好吃，就是嫌弃她洗的衣服不干净，反正两人每天都要吵一架才舒服。为了摆脱这种局面，她只好出来自己搭建房子。没想到整个房子居然全靠她一人完成，纯手工打造精致的小别墅。接下来就看看她是如何搭建的，过程相当精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房子的一个框架已经完成了，造型是非常独特，非常有创意。接下来女子还对整个门窗还有整个房子做精装修处理。
由于整个房子的面积是特别大，所以安装的门还有窗户都是非常多。女子手拿电动螺丝刀，快速安装上荷叶，制作出木门，操作动作是相当的熟练。一看女子就是拥有几年的木工经验，因为女子曾经也是在木工厂上过班，所以对木工技术是非常的了解，所以才能快速的把整个房子修建出来。整个房子的造型是非常独特，周边环境相当优美。接下来，女子就是对阳台上的门窗进行安装。整个房子的修建花费了女人1个月的时间，换成其他人，我估计根本是无法修建出如此精致的房子。我们必须为女人精简的修建技术点赞。可以看到，整个天色已晚，门窗和门都还没安装完成。可以想象这个房子的面积是多大。女子手法是相当的熟练，对安装技术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并且每个门、每个窗户安装的都非常的结实耐用。我相信很多老师傅见了都佩服女子这些修建如此能干、善良又漂亮的女子，你们喜欢吗？通过女子1个月时间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房子基本上完工了。女子接下来还要对房子内部做装修，对家具家电的进行摆设。这样的房子，如果换成你，你愿意在这里居住吗？看到这里，我真想就进去体验一下的冲动。住惯了城市的大房子，回到农村住这样的精致小别墅，肯定又是另一番感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简直是让人不敢相信，就是眼前这对普普通通的年轻夫妻，竟会因为家人的不公，毅然决然地从让他们受尽委屈的老宅里搬离了出来，然后两人一起来到了附近的一座大山，全力修建起了一处独属于他们的桃源居所。原本在女人看来，自己的丈夫作为家中的老大，下面还有好几个弟弟妹妹需要照顾。考虑到公婆现在也慢慢上了年纪，自己既然嫁过来，肯定是一门心思的要帮着自己的丈夫，共同承担起照顾一家老小的责任来。所以，作为长兄长嫂，平日里还是要尽可能的对家中的弟弟妹妹、老老少少多一些迁就和忍让。原本女人还以为只要两人能够做出表率，肯定是能够赢得一大家子的尊重，然后再带着全家齐心合力的把家里的日子好好的给过下去。可让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和丈夫平日里的一再迁就忍让，不仅没有让弟弟妹妹心生感激，反倒是连带着公婆一起都慢慢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开始愈发的不将两人给放在眼里。时间一久，两人的真心也慢慢的被消磨的差不多了，于是便有了搬离出去的打算。考虑到自己的手中并没有积攒下足够的钱财，于是两人便把目光瞄向了附近的大山，准备在大山里寻找出一块合适的场所，然后自己动手修建出一处独属于他们两人的新家园来。这不，此刻两人就正在已经初具一番模样的宅院里马不停蹄地忙活着，准备再给自己修建上一个双层的可以旋转的木质房屋来。此时可以看到，两人先是在场地的附近搭建起了一个用来吊装和支撑房屋立柱的龙门支架，然后便又开始紧锣密鼓地加工起了确保可以让房屋旋转的底座构件。等底座构件加工好后，接下来就可以借助一些工具，尝试着将粗大的立柱给吊装竖立固定起来。由于这次两人修建的是一个单柱的房屋，所以结构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根立柱的好坏，因此两人加工出的这根立柱也是相当的厚实，竖立的过程也是非常的不易。等将立柱吊起并与龙门支架相互绑扎后，接下来就可以通过立柱上的孔洞穿入一根根房屋大梁了。等房屋大梁穿插好后，接下来就到了立柱底座的修建环节了。
这一步不仅要保证立柱固定后的稳固牢靠，还需满足正常旋转的要求，因此两人处理起来也是格外的认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等立柱底部的相关构件全部安装到位后，就可以围绕着立柱的底部砌筑起一圈石墙，并用水泥石块将石墙的内部给填充密实起来。随着立柱基座的全部处理到位，两人没有停歇，紧接着便又开始用加工好的梁柱构件修建起了房屋底层的框架结构。等房屋底层的整体框架修建好后，两人准备把场地略微平整一下，就暂时的停歇下来，等明天再继续后面的建造。简直是让人不敢相信，就是眼前这对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年轻夫妻，竟会因为家人的不公，毅然决然地从支离破碎的老宅里搬离了出来，然后两人一起携手奋斗，在这座偏远孤寂的大山里，全力打造起了一处无人打扰的新居所。原本因为家里的条件十分的有限，女人自打结婚以来，就一直和公婆的一大家子挤在唯一的一座老宅里生活。虽说居住起来总是有些不便，但考虑到丈夫下面还有好几个弟弟妹妹需要照顾，作为家里的长兄长嫂，两人也是尽可能的帮着二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所以平日里对家中的弟弟妹妹，凡事也是尽可能的多一些迁就和忍让。可让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两人的真心付出换来的竟是家人的冷眼相待。婆家的一大家子竟都觉得是他俩软弱可欺，愈发的不将两人给放在眼里。这不，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两人的真心也逐渐被消磨的差不多了，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准备从家里搬离出来，到附近的荒山另行修建起一处独属于他们的新居所来。经过大半年的奔波忙碌，两人修建的小院到现在也算是初具一番模样了。不过此刻两人依旧是没有停歇，仍在为自己的小院马不停蹄地忙活着。这不，前几天两人又在庭院的一角用木材修建起了一座双层的可以旋转的单柱房屋。经过一连几天的上下忙活，昨天下午木屋底层的框架结构终于是修建好了。于是今天一大早，两人就又再次马不停蹄地忙活了起来，准备抓紧时间将房屋2层的梁柱框架以及屋板结构全都给赶建出来。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心观看两人究竟是如何进行这一次的建造的吧。相信您看到最后一定会被他们精湛的技艺所折服，惊叹果然高手还是在民间。此时可以看到，两人已经完成了房屋2层的梁柱框架以及屋板结构的修建工作，然后又切割加工出了大量的短木棍，准备用这些木棍对底层进行防护围栏以及立柱分割的修建工作。到这里就可以用加工出的板材组合装订出一张扶梯，并将其在合适的位置安装起来了。
等步梯安装到位并修剪整齐，这次的建造就可以暂时的告一段落了。等休息一晚，明天再继续后面的建造就可以了。简直是让人不敢相信，就是眼前这对普普通通的年轻夫妻，竟会因为两人不公的待遇，毅然决然的从支离破碎的老宅里搬离了出来，然后两人一起携手奋斗，在这座偏远孤寂的大山里，一点点的构建起了一处无人打扰的新家园。原本女人和男人结婚后，两人一直都是和公婆生活在一起的。不过由于公婆的孩子相对较多，且大家都挤在唯一的一处老宅里生活，所以平日里难免相互之间多多少少总会发生一些矛盾。原本女人还想着自己和丈夫相对年长，作为哥嫂，还是尽可能的对家中的弟弟妹妹多一些迁就。对此，女人的丈夫也是十分的赞同。可让两人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两人平日里的一再忍让，却并没有赢得父母兄妹的尊重，反倒是让父母也开始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全都开始不顾两人的感受，愈发的不公起来。这样的遭遇让男人也是十分的生气，有了搬离出去的打算。可由于当地十分的落后，即使男人非常卖力的工作赚钱，可微薄的收入却并没有让家里的生活有多大的改观，所以两人的手中根本没有什么余钱来支持他们从老宅里搬离出来，再另行修建起一处新家园。不过对此女人却是早已有了别的办法，准备凭借两人娴熟的建造手艺，在附近的大山开荒拓土，就地取材，想要靠着他们两个人的力量，一点点的修建起一处无人打扰的新家园来。这不，此刻两人就正在刚刚修建好的一处旋转木屋下马不停蹄地忙活着，准备在自己的庭院里再修建出一个漂亮的景观来。因为自己的老婆平时就喜欢养一些花花草草什么的，所以在修建眼前的这个旋转木屋时，男人已经提前做好了规划，准备利用木屋下方的这片空间，再构建上一个可以养鱼养花的鱼池花坛来。这不，此刻两人已经用水泥青砖在木屋的下方修建好了鱼池花坛的主体结构，现在正在对鱼池进行着清洗，并将一些准备好的花草移栽在外部的花坛里。同时，为了让整体可以更加的美观，男人又特意沿着花坛的一圈砌筑起了简易的花台。到这里就可以用石板紧挨着花坛的一圈在地面上平铺起来，以使地面可以更加的规整。等将石板都铺设好后，接下来两人先是把鱼池内部的脏水全都给清理了出来，紧接着便又将一些鹅卵石放置在了泳池的底部，同时还准备再弄上一两个简单的装饰造型来。随着泳池装饰的彻底完工，紧接着两人便又来到了附近的一片水塘，准备将里面的水给抽排干净后，再捕捉上一些肥美的鱼儿，好弄回家放养起来。怎么样？这样的生活您觉得如何？欢迎评论留言。